大家好，我是公主猫周乙，欢迎来到我的 Photoshop 教学。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我会经常分享有关于 Photoshop 的内容。今天我们来学习修图中必学的7种技巧。这些基本的工具使用在平常修图的时候是很实用的，一起来学习吧。第一种，仿制印章工具。仿制印章工具可以在影像中选择某个区域的像素，复制到另一个区域，需要先取样再进行操作。在这张图片中，我们要把这3个地方给去除掉，我们可以选择印章工具。在这上方的不透明度，我们可以不管它。这里的流量，当你设定的数值越大，表示复制出来的色彩浓度越接近你所选的区域。先去除掉这个地方，把图片放大，按住 Option 键，滚动你滑鼠的滚轮来放大图片，按住空格键来拖动图片。这里我们可以取样这个地方，按住 Option 键，然后点击滑鼠的左键，然后来涂抹这个部位，这样子涂抹。你会发现它会把那个取样的地方复制到这一边。如果你觉得这里的这2条线没有对得上的话，可以取样这一边，然后再进行涂抹，这样就好一些了。然后再来操作这一边，取样这里，同样 Option 键，单击滑鼠左键，然后再涂抹。还有这一边，取样。你可以把笔刷放大，可以按右括号键来放大笔刷。这就是印章工具的使用方法。第二种，内容感知工具。内容感知工具，只要你指定一个区域，它就能自动运算周边相似的图形，把它填满。先选取特定的范围。在这里，我们要把这个人去掉的话，我用套索工具把这个人给圈起来，再按滑鼠右键填满。这里的内容我们要选择内容感知，不透明度100，模式正常，然后按确定，按 Ctrl 加 D 取消选取，这样子就好了，非常的自然。第3种，污点修复笔刷工具。污点修复笔刷工具不需要取样，直接在污点或瑕疵上涂抹。Photoshop 会自动取样周边的纹理来进行修补，适合用在小污点或瑕疵上使用。我们选择污点修复笔刷工具，快捷键是 J， 在这上方的类型，我们选择内容感知，它会取样周边的纹理来进行修补。这里我们把图片放大，我们可以看到这额头上有一些小痘痘，我们要使用污点修复笔刷工具来把它去除掉。按左括号键来缩小笔刷，缩小到适合的大小，然后直接在痘痘上点击涂抹。这样大致上就把痘痘给去掉了。接下来的第4种，修复笔刷工具。
修复笔刷工具在这一边。我们同样用刚才的图来进行操作。修复笔刷工具的用法和仿制印章工具一样，需要先取样再进行操作。我们用刚才的图来进行示范，把图片放大。在这上方的来源，我们选择取样，然后扩散。扩散的意思是什么呢？扩散会根据你设定的数值抓取周围的像素，数值越大，抓取的范围越广。这边我不需要把它设太大，就按1就好。我们先把笔刷缩小，再进行取样。如果你要取样这个范围，按住 Option 键，在单击滑鼠左键，它就会取样这个地方，然后在你想要修复的地方上点击，它就会根据你取样的地方来进行修复。接下来我要介绍的第5种修补工具，我们选择修补工具。修补工具需要选择一个有瑕疵的区域，移动到另一个没有瑕疵的区域来进行填补。什么意思呢？我来操作给大家看。我们还是用这张图片来示范，图片放大。像这里有一个瑕疵的地方，我们把它圈起来，然后拖动到没有瑕疵的地方。我们先取消选取来给大家看，像这样子，它刚才有痘痘的地方就不见了。同样这边也可以这样操作。像这一种小的瑕疵或者是污点的地方，我个人是比较偏向污点修复笔刷工具或者是修复笔刷工具来进行操作的。污点修复笔刷工具是比较方便的。接下来介绍第6种笔刷工具。要使用笔刷工具来修复的话，只适合用在纯色的背景上。像这一张图片，它是纯黑色的背景，没有其他的纹理在上面。我们选取笔刷工具，然后把前景色设定为黑色的，再直接进行涂抹，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些东西给去除掉。这种方法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只适用在纯色背景上。最后我要来介绍第7种橡皮擦工具。橡皮擦工具和笔刷工具一样，只适合用在纯背景色上，但是在使用上和笔刷工具有点不一样。笔刷工具在涂抹的时候使用的是前景色，但是橡皮擦使用的是背景色。我们依然用这张图来示范。选择橡皮擦工具，然后把背景色设定为黑色，一样进行涂抹。但是在使用橡皮擦工具的时候，你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如果涂层是在没有锁定的状态下，你来使用的时候，它的效果就是不一样的了。我们来示范一下，我们把它的涂层解锁，然后来涂抹看看，你会发现它的背景变成了透明的了，这是你需要注意的地方。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看完之后记得多练习。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见。